那个就开始吧。好，可以开始吧。那就开始第一个问题啊，我问你，就是你觉得自己是什么类型的海蜇呢？这个什么类型的海蜇？我觉得我应该属于铁血海蜇。本来之前想说纯血的，我觉得稍微有点，现在是，但是还没有很纯，现在还要继续纯。剔除一些之前自己觉得挺讨厌的东西。铁血战斗粉。也还在努力当中。好，差不多吧，希望往那个方向发展。希望往那个方向发展。好的，来全打倒。你继续加油，你继续加油，我看你可以的，铁血纯血粉。但觉得可能有点性格还是有点软弱吧，天天就被教育善良，觉得是不是有点？咱们已经目标有点难达到啊。咱们的善良已经都 overload 了，太过载了，不用那么善了。好吧，那我们你能给我讲一讲你是怎么样落进蜇坑的吗？这个我觉得就怎么说呢？我觉得我挺委屈的，我落进蜇坑。因为别人都是看个剧啊，或者看个综艺啊什么之类的。我就是随便看了一个 cut， 在手机上就是闲的瞎逛，你知道吧？你看了个 cut， 随便看了一个 cut， 然后他是在那个就是那个歪头一笑嘛，《山河令》里面很经典的那个镜头，歪头一笑，歪头杀，然后那一笑就直接把我捶坑里，那猫爪子还给我刨了点土给我盖上了，我就这个坑我还刨什么刨，我就不出来了，自己还把坑越刨越深，然后就进去了。就很委屈，我觉得。需要那几秒啊，3秒吗？不委屈，3秒吧，不委屈。歪头杀很经典的，被歪头杀锤进去就是属于锤得其所，我觉得不是很委屈。是谁感化了你啊？是谁感化了你啊？嘿，笑一个。真的就是不知前因不知后果，只是那么一个小小的3秒钟镜头。我现在就想起来，包括现在其实我也没有看那个《山河令》嘛，之前也是就断断续续看了一下，然后每天考古也顾不上，想着后面再看，然后后面其实也是一直也没有一个很大块的时间，因为我是从来也不看剧的一个人，我可能有大学的时候看看吧。也大学时候看电影，然后现在呢，一直也不怎么看连续剧，所以我就觉得你是等于说你是连小领都没有看完，就是你入坑的时候都没有看领，就看了那3秒钟的 cut， 就被锤进坑里了。对，是。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要再做一个我的天哪的表情包。这句话就是 Oh my God。我还跟我爸翻译一会儿，他说我的神啊，我爸说哎呀啥什么神的，叫哥就行。所以我自己觉得就很奇怪。我还准备你长篇大论的给我讲你是怎么样爱上蜇的，我的天哪，就歪个头，看多容易，他就歪个头就歪进来了。3秒，我就被锤进来了，而且锤得特别的差，直接歪进来以后，我自己自动自觉的，我也不想出去，我觉得很舒服。你觉得很舒服？好吧，我千奇百怪，怎么进坑都是千奇百怪的。是我这儿的信号不好，还是怎么回事？没事。千奇百怪。
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的。好吧，那我们继续的往下讲啊。那个你能跟我说你喜欢怎么样称呼张哲瀚吗？刚开始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人叫张哲瀚，然后就去考古他的时候，当时其实网上铺天盖地的是叫他老婆，然后就很奇怪，我说就是因为他那歪头一笑给我的感觉就是很温暖，他并没有就觉得好像稍微有点娘啊什么的，就觉得这个小孩长得好帅气啊，然后他笑的感染力特别好，就是特别温暖，然后给人那种能量的感觉，然后怎么就会喊他老婆，然后就一直就去找，但是其实我更愿意喊他小哲吧，然后慢慢考古考的多了以后，因为我是非常喜欢猫的，所以我就喜欢给他所有的称呼后面都会加一个后缀，就是那个猫那个咪，就一般是哲咪呀、三咪呀、咕咕咪呀、憨憨咪呀，就是这样。咕咕咪，他最近真的咕咕了，我的天！对，绝对是咕咕咪，现在都是咕咕咕咪。不知道要继续咕到什么时候去。对，就是每多咕一个星期多加一个咕，是吧？每咯一个星期加一个咕。我就觉得真的是非常想表达我自己对他的那种爱护嘛，就我的自己的一种方式吧。好的，那么我们问下一个问题，你最喜欢哲身上的什么特质呢？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能量，就我觉得他身上好像有一种，就是我说不上来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感觉，但是我觉得就是能量，看到他以后就觉得很有应该叫怎么样，就很开心。首先第一个看到他就特别开心，看到他就很开心。然后第二个，我的粉丝看到我就很开心，需要什么福利？他们都很坚强。真的就是看到他，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就是看到他以后，就会心里就很安心，然后很开心的那种感觉。然后第二个感觉就是能量。因为他给到的，就是我做事情啊或者干什么的时候，就是很有干劲。可能他是属于哲圈里面带头卷的那个吧，就是你不卷都没有办法。可能这是卷的能量吗？还是就是互相内卷，是吧？就是互相内卷。太卷了，简直！你说我这800年不动弹一下的，这2天我竟然蠢欲动，想去运动，想去锻炼身体，是吧？胖着。对，而且就是那天我还真的就小小的锻炼了一下，累成狗，然后我就在想，要不就这样吧，我不要被他卷了，但是就是心里面的那种发自内心的呼喊，不行，他在锻炼，我也要去锻炼，就是被强迫裹挟着卷起来的那种力量，但是也没有强迫。就还特别想，你知道吗？我是强迫自己不，就是要去偷懒，但是我内心的内驱力是真的很想跟着他的脚步的那样子的，就很乐意。这就很纠结的一种状态。这是好事儿呀，这是好事儿。其实应该锻炼的，我们大家都应该什么跑，看到他每天就开心。对呀，跑步呀，这个做。跟着这个跳操呀，跳T25呀，这个跑半马呀之类的。T25就算了吧，我就只能看看了。之前他们那个咱们哲轩不是有一个姐妹做了一个那个就是柳根红的那个操的一个量力而行版嘛，然后当时我也是跟着跳了几天。
就是想着，哎呀，他要领着跳，我可能真的能坚持很久，会一直跟着跳吧。因为我是真的是不爱运动啊，我就属于那种这么多年了一直就很静止的一个人。就是让我跳那个，我都突破我的极限了。我老公都觉得，哇，你发神经了吗？最近在干啥？性格改变，被人夺舍，你知道吗？被人夺舍了，就是本来不太动的，现在居然开始要去运动了。对。就是还行动起来了，这就很不可思议。而且很多东西都是愿意跟着他去做，那种能量感吧，好像自己身上也有那种使不完的劲儿似的。这多好呀！就是这是很好的，太吸引人了。这是很好的事情啊！就是不管是什么都喜欢跟着他去做，是吧？他身上的能量感。对。好，对，他这个太强大了，就不但你还驱动着你。你这个说的话就是已经部分的回答了第二个，就下一个问题，就是进了哲坑以后你有哪些改变？其实我觉得你这两个问题可以掺杂在一起说，来吧，就回答这个问题吧。进了哲坑以后你有什么改变呢？这个改变简直太大了，我觉得就像你刚才说的，我觉得我是被夺舍了，就换了一个人。之前的那种生活状态吧，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生活对我来说，当时就是其实我很多时候去考虑生活到底是在干什么，但是也没有去很深刻的去想这个问题，就好像每天就这样过呗。所有的人都是这样过，每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然后没有去感受生活。但是认识了小哲以后，我觉得我有一种那个想法，或者是有一种潜在的意识，就去感受我现在生活的当下，我不太去纠结于想去冒一下险，是吧？就是感受现生，然后想做出一些个以前不太做的事情。也不算是，我觉得是更多的是能体会到生活的美好或者怎么样。就是之前就是咱们浑浑噩噩的过嘛，因为毕竟这个年纪其实压力也挺大的，上有老下有小的，然后每天还要考虑单位的人事啊或者怎么样的，其实事儿是挺多的，活得很麻木。但是认识哲以后呢，我会有一种，就我不太去纠结我以前，因为我很喜欢给自己定目标的人，然后我就想我要达到一个什么目标，然后我就好像一头冲着吧。但是因为就是这个过程当中我是体会不到那种感觉，就闷头一直往前走，然后但是目标基本上就是很难，有时候其实不能是100%完全实现的，然后就会觉得挺疏漏的，哎，这没有意思。但是认识他以后，我虽然也会有目标，而且目标可能比以前更加明确，但是就是它是一个目标，但是过程它不能剥夺我过程中的快乐。我会去感受一步一步为目标去实现目标这个过程当中的这种心境。今天有一点小小的达成，我觉得还很不错，很棒，很好很好。然后就一点一动着。就很开心，生活就一下变得开心了，你知道吗？对，这是很大的变化。活过来一样。这个是很好，非常棒的变化。对，就是好像人，对，就是活过来了。就他一直说嘛，活在当下，活在当下。其实过去知道这句话，就是像这种鸡汤，真的喝了很多很多。但是它是一种说，而且他一直在这么做。就你会感受到他。然后你也会去改变你生活当中一点点小小的心情，就是可能因为喜欢嘛，所以更会在意他说的一些东西，说的一些话，也愿意去实现它，然后就会觉得，其实现在的生活状态就是比较舒服一点，就很有能量，就是他的能量会折射到我的身上，然后我自己的生活，对身边的人什么的，大家可能就觉得。他就会，就身边的人就会说，你最近感觉好开心啊，就好像跟以前的那种不太一样。
我说就觉得有什么不开心的？我每天就很开心啊，每天就做到自己的事情，然后我每天都不一样。这是我觉得他给我生活当中让我去感受生活的一种美好，这真的很难得，很难得。我觉得它会让我的生活过得快乐，这是很难得的事，这是非常难得。就是你根本没有想到，就是你活了这么大岁数，居然要靠一个比你小10多岁的人来去告诉你这个道理，就很奇怪，是不是？不奇怪，我觉得不奇怪，就好像你一直做梦，忽然被一个人啪一下给唤醒了，就是正好这个人就是他。然后呢，你怎么说呢？这个里边既有他的这个作用，也有你自己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他说的那句话特别好，就说你和你这个同类的人可以同频共振。为什么他可以把你这些个唤醒呢？为什么你可以就是被他这个唤醒了，就心甘情愿或者是非常非常乐意的就做出这种改变吗？这就是人和人之间那种频率上的那种共振，你知道吧？就是他说的话你就特别能够有体会，然后就对你自己的生活做出了改变，然后而且是非常欣然的做出这种改变来。对，很多事情就是一定要是心甘情愿的，就是不要有任何的勉强，要不怎么说，不管是什么事儿都是强扭的瓜不甜呢？就是这种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是最好的，是最好的安排，尤其是好事的话，这是最好的安排。是的。我想，所以他那个共振可能是我们互相的去寻找那种互相去寻找的，然后对。他一开始为主，双向的，对，是双向的选择。好，我们进行下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认识的海蜇同担里边，给你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呢？最深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最初的时候，大概有小半年吧，我是属于就是一个人追星，其实后来妈妈她有游戏。然后就玩游戏，然后就像真的就像他说的那样，在追他的过程当中，你也会遇到同频率的人，然后就很莫名其妙，就可能遇搭讪的话他这张照片很好啊什么的，然后突然就会聊起来，一个点，然后就共振到了，然后我们就会聊，就突然觉得你说的对，对，然后就这样就聊起来了，以后就会遇到一些同担，但是也可能也有一些同担，就是说可能是只是同担嘛，但是没有特别的共振，然后也会遇到一些特别有共鸣的人，特别有共鸣的人，对，就是遇到这些人，然后在一块儿就觉得追星还是蛮快乐的一件事情，然后他们也会教会我很多。怎么追星啊什么的，有时候自己真的很傻，就是因为那些东西都不会啊，然后包括那些他们用的那个词儿啊什么的，听得云里雾里的，然后也不知道在说什么，看不懂，然后慢慢的现在就是一个挺不可思议的事情。然后最印象深的跟同担，是不是属于那个就是千里万里，然后突然在网上找到失联的同担捡回去，是非常难忘的。天哪，好吧，我要这个，咱们就把这个谜底揭开吧。其实我一直也是想说这句话，就是想讲那个故事哈，其实就是那个你捡的人就是我。你捡的人就是我，就是我们当时在这个梦幻新诛仙里天天一天到晚在一块儿组队打游戏。然后呢，因为我在北美嘛，那个当时那个梦幻新诛仙就是说当时出事那天它不就是公告嘛，然后
公告说就是取消他代言啊什么的。当时我是在睡觉，我一醒来以后就整个天都变了，然后我再去游戏里面去找，然后平时跟我打游戏的那些个人全都退网了，一个都找不到，然后我自己就solo了好几天，然后谁的联系我也没有，然后就是在刷微博刷的，然后我就看见有一个人是江西新闻底下还是什么，在江西发布底下，就是因为当时江西发布不是好像替他说了2句话，好像就是好多人都凑在那个底下，然后我就看见有一个人的 ID 就有一点点像，你知道，有一点像原来跟我那个一块打游戏的人的 ID， 打游戏的那个 ID， 因为我的 ID 是所有的平台基本上都是一个 ID， 都是那一个 ID， 然后我就小心翼翼的去他底下回了一句，好像还是回的什么投资理财的，就是八竿打不着的一个问题，然后我就去回。对，我就去回了一句，我说怎么样的，然后他就忽然说是你，就是你就忽然说是你，我说对呀，就是我，然后我们2个就呱一下就勾搭上了，我的天，那会儿真的是我一直从他出事以后到那会儿差不多有10天的时候嘛，就天天自己 solo，就是因为你把我捡回去，捡到了一个小海蜇的小群里边，才找到了组织，要不然那些天真的是太难受了。就是你把我捡回家的。他真的是，当时因为我知道你就是在睡觉嘛，但是当时就是真的没有办法。其实就是那一天就还在游戏里面，但游戏里面就一直在听着，然后大家就游荡来游荡去，就是去一些就咱们比较有那个锦里山庄，对呀，去锦里山庄，对，基本上在那里待着，然后就一直在看那个事态的变化，然后当时我给你留言了，留言以后因为我注销了，这个可能是注销了以后就会看不到留言吧，也不太清楚，当时也没有去想那么多，然后就留言了一下那个在微博的那个 ID。什么的，然后就下次就是注销了。我什么都没看见，反正我就一醒天就变了，然后去游戏里看就没有人了。但是他那个信息也就不会发了吧。但是这就是缘分啊，这就是缘分啊！我们2个就这么多个人在微博上哗一下就找到了，真是很神奇。我当时一看到你那个 ID。我记得我当时说，我也是小心翼翼的试探一下，我就说是你吗？是啊，我们像当时像你没有看到我在对面。对，我没有，我们俩当时像那个地下党接暗号一样，我的天呐。但是我在那个屏幕这边，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我也是，我也是一找到你，一下就这个用一句话就叫 burst into tears。天呐，非常非常难忘的一件事情，非常难忘，就是缘分，就是缘分，千里不能姻缘了哈，缘分一线牵，就突然就我这简直了！你说那么大的网络，我破离得这么远，这就是说我们当时在游戏里组队一块玩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我们一定要就是在一个组里边。你听得见？我们就一定注定在我们的组里边。你身之所在，即我心之所系。大家好，我是张哲瀚。好，我们进行下一个问题啊，因为时间又是挺长的了。你认识就是这个你进入哲坑以后有什么遗憾的事情呢？遗憾的事情其实只有一件。就是虽然我之前没有太关注，就是因为我之前也不认识小哲，不知道娱乐圈还有张哲瀚这样的一个，但是不知道他的名字而已。就是我后来考古的时候，我突然就像极速前进啊，还有跟刘翔他们那个综艺节目，那个就是极速前进吧。对。还有快乐大本营，因为我当时要看那个快乐大本营的。还有那个
还有综艺节目，很多综艺节目其实我都看过，就是小哲的很多综艺节目我都看过。就记得他跟杨洋的那个对视嘛，就抢歌时候的那个对视。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挥剑转身。其实那个镜头我也记得特别清楚，然后我记得我就当时就觉得哇，这个小哥哥好可爱呀，这个小帅哥真的长得又好看，然后那个笑的又甜，动作行动啊什么的，包括他的力感啊，又不怯场，然后又表达非常恰当，然后又有氛围，就觉得这个小哥哥真的挺不错的。包括在《快乐大本营》上几期，就是他的那些，我后来考古的时候，我都发现我都看过。都看过。然后这可能是我最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从我的世界里面路过来路过去，我从他的世界里面也路过来路过去，但是就是我都没有那个什么都，你说早一点，没有了解，早一点认识他，早一点我开始追星，早一点开始去看他，我多好啊，就是能陪伴的更久一点。哎，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挺遗憾的是这个事情。怎么说呢？这都是现在也很好呀。现在也很好呀，就是终于没有错过，都很好呀。我挥剑转身，而鲜血如红唇。完美，好，请继续。就是之前真的是，这个我觉得不赖我，真的不赖我。我这人吧，稍微有一点脸盲，就是平时生活当中我记一个人，就从他的外形啊、声音啊，还有他的动作啊什么的面相我记人我记不太住。那你也知道呀，那个小哲他的那个就是他的不同衣服、不同状态、不同发型、不同场景下，他的那个整个一个就是他给人的整体感觉完全不一样。对，他就换人了，你根本就对，他就太百变了。你说再让我一个脸盲，我怎么去认识他？但是就只能说在每一个场景下，我对他都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就是那会儿也不懂得追星嘛，也不知道这个小哥哥挺有意思，我再去多看看他吧，就没有那个意识嘛。然后就不停的在路过。你想，包括在琅琊榜上面那个小林书，当时也是觉得哇，就是很惊艳。然后结果嘞，没有意识到这是同一个人，没有意识到是同一个人，没有意识到，对，真的没有意识到，就是包括考古的时候，然后一看这个是他。这个竟然也是他，就是这个我看过呀，竟然就是他。好吧，那个好，我再问你啊，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你想对哲说一句什么话呢？就是每次要到这个环节的时候，就是词穷，不知道该说什么，就是还是希望大家都好好的吧，他好好的，然后我们也都好好的。在这个他创建的这元宇宙里面。我们都快快乐乐的，然后充满能量去对抗外界的一切不如意。我们身边的不如意，他身边的不如意，和我们共同面对的不如意吧。首先还是真的是希望我们是快乐的、开心的，我们是有能量的。对，不希望那些不好的东西把这些美好去改变了。我觉得其实小哲一直也在做这件事情。他知道他所遭受的东西肯定远比我们很多，但是他一直在就是他还在鼓励着我们去就是努力的把这些好的东西驱逐在外，然后让我们是有能量，试着治愈大家，他是试着治愈大家，就是经过的那些个不好的，就像他说的，就是那些个不好的，他可以忘掉，或者他可以和解掉。我觉得我们也应该这样，就是把那些个不好的都忘掉，然后呢，就是一起看向未来吧，或者走向未来吧。对，是的，就是他在往前走了，我们一定也要跟上，我们不可能永远沉浸在那个过去。那些东西发生了，肯定是会让人很难受的。
但是我们更应该的是用一种非常积极、乐观、快乐的态度去面对它，去克服它。他已经往前走了，我觉得如果说我们还留在原地的话，就会被他甩掉。是的，更应该的去跟上他的脚步吧。是的，是的，好啊，我问你那个，所以希望大家都好好的吧，也没有什么别的，去跟他说，就是希望他好好的做他自己，就我会一直跟着。你最近准备在我们这个海底世界做些什么事呢？最近其实一直在做，因为就是之前就是没小心就入了海底的手工的坑，然后一直在勾东西嘛，然后现在就是一发不可收拾，就是这个手工就相当于是捡起来了吧，因为以前其实自己也挺喜欢的，但是就用各种理由说很忙啊，顾不上啊，哪有那么多闲时间啊，没有那份心情啊什么的，就去给自己就是这个东西很喜欢，自己很想做，然后就一直想，没有付诸行动。但是慢慢的现在就是开始再去做了，自己喜欢就去做，然后去把它做到更好吧，就一直也在做各种各样的东西，天天沉迷手工无法自拔，天天沉迷手工无法自拔。真的是这个东西很有魅力，再加上就是他过去如果做手工可能是我漫无目的的去找了一些东西，或者看到这个我想做一个这个，但是现在又有他的这个就是海底的这种氛围的一个加成，然后每天你不知道那个手工的那些姐妹们有多卷，就是大是劳模属于天天的想法和新的创意，然后你就跟着屁股后面去学，然后去练，就已经就真的很忙了，然后你就会做一些东西出来，就是大家就也不知道怎么了，就是各种卷，就可能就是小哲他的这种带头卷吧，卷的大家都不行的。现在手工我看也卷的好厉害，就做的那些个勾的那个小水母啊，我的天啊，就是各种各样的那个戴着爱河帽子的水母，哎呀，好漂亮，好可爱。对，就真的已经卷到不行了。现在我们的那个手工的小水母已经站起来了，你有看到新款的那个站起来的小水母？我看到那个站起来的小水母，已经进化出了4只，已经那种然后站起来以后长出了只，你想它的可能性就太多了，它可以穿不同的衣服，它可以穿爱鹤的衣服，戴爱鹤的帽子，就已经是真的通往一个通天大道。好那我们今天的问题基本上就都问完啦，然后呢我想问问你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还有什么想说的话吗？这个补充的话就补充好多了，我觉得聊它的话那基本上是不可能聊得完的。好吧，现在的感觉也非常好，尤其是追小哲，我觉得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谢谢他给我打开新世界的大门吧，生活有了不一样的色彩，多好呀！很好，非常好，进入一种新的一个状态。每天包括心情，包括所做的事情，包括自己喜欢的东西，都有了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状态。对，这就是让我一个无法自拔的原因啊！你说这折坑就不用想着退了，就在这里永远待着吧。主要是你这个就说自己的生活过得很就是有很大的改变，而且都是我听不到你可以听到我可以听到你，我说你主要是你自己现实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变，而且是好的改变，所以就是为了这些个正向的改变，也会在这里待得很舒服。
那个我想加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这个追了哲这么长时间，你觉得他最好笑是什么时候？最让你觉得最好玩、最好笑的一次？最好笑的一次，我其实没有觉得有最好笑的一次。有的问题都问得好尴尬。就是他所有的行为，在我眼中，我脑子里面都是像走马灯一样过，好可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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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直这个循环。就是他不管做了什么事我都觉得哇，好可爱。就是完了，是不是？我已经完了。没有啦，救一救吗？我就觉得很正常嘛，这不是咱们的就是那种基操嘛，基本操作嘛。就没有办法说，哎，他做了什么事情，觉得哇就特别好笑，就是其实看见他就觉得很开心，就很想笑，但是不是那种觉得好笑的，就是看到他就想升天的那种感觉，就是很不由自主吧，就很开心，然后就很想笑。他做什么事情我都觉得，哎，好可爱，怎么这么好玩，这个孩子。就这样子的，好可爱，所以好吧，今天我们的访谈就到这里啦。今天的这个网络情况不是很好，所以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问题啊，所以今天就这样。